各种秘密丑态百出。日本军队进占租界之后，起初还有抗日分子暗中在重要地方放几个炸弹，日军就用洁身而治的办法挨户搜查。过了一个短时期，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。76号也接到命令，再也不准在租界上开一枪，而且暗中制止几个绑票头子，不准再有绑票行为。因此租界上的一般市民反觉得安定下来。这是日本人的一贯作风，凡是占领了一个地区，就用这种手段来安定人心，我们一般居民的恐惧感也逐渐消失了。起初日军在太平洋作战，打一处胜一处，后来麦克阿瑟采取跳岛战术，一步一步反攻跳回。那时节，日本方面在租界上有两种措置，一种是要市民把短波无线电交出，一种是实行宵禁，对我们做医生的发给夜间通行证。这种通行证检查很严格，中医一共发了200张，西医发了400张，所以一到晚上全是灯光暗淡，人人觉得气闷非常。战事新闻封锁的越厉害，谣言越是多，日本人接收了租界含有抗日倾向的报纸及时停办，大家都感觉到心理压迫，有说不出的难过。四郊的乡民到上海来，传出的消息比我们住在租界的人来得快，而且多数却有一些根据。我们一般同等阶层中人，反而因为在家的时间多，出外的时间少，好像蒙在鼓中一般，要是利用电话探寻，又怕闹出事来。有一个传说，4个人打牌，1个人大输而回，于是赢者打电话给输者说，你高兴不高兴来反攻呀？如果想反攻，还有机会。这原是打牌者的口头禅，不料电话有人窃听，竟闹出一场大祸来，所以我们打电话时措辞十分小心。那时节，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建云，因为公司被毁于炮火，无事可为，他就对我说，你的诊所2楼地方宽阔，交通便利，何不用作朋友聚集之所，大家交换新闻。我说好的。从此每天下午5、6时，总有7、8个甚至10多个朋友到我这里来查叙，我便备一些家常点心功课，大家谈上1、2小时才散。有一个朋友对汪派为辅的情形相当熟，他说汪派以开枪杀人取得政权，但是他们自己人却也用手枪打来打去，派别之多，纠纷之多，是大家想象不到的。罗君强时常想打死李士群，李士群又派了许多特工，天天候着罗君强。梅思平又和丁默村形同水火，而丁默村又和李士群极不相容。周佛海和陈公博势不两立，将要胜利时，两人几乎要召集各方部队决一死战。后大春被枪毙，耿继之用手枪自杀，至于熊建东屡次遭遇危险，林伯生因为分润不到，常在汪精卫面前挑拨是非，因此内部又常有许多自相残杀的事件发生。此外，双方或3方还常利用借刀杀人的办法。独臂吴四宝是李士群的杰作，最后李士群被毒死，又是罗君强的杰作。至于第2流角色，只要大家心里有不痛快，就引起事端者到一个地方，砰然一声解决了这个人，然后在郊外掘一个坑埋了就算了事。76号里面埋掉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在税警团本部也动辄打死自己人，用埋葬的手法掩饰事实，外界一点也不知道。一位朋友听了这些消息，连声叹息，认为汪派以暗杀起家，
由于手枪多、子弹多，后来就将这些变成他们自相残杀的工具。又有一位来自北方的朋友说，汪精卫到北平，他本来以统一政府首领自居，但是一到那边连碰了无数钉子，吴佩孚拒不接见。王克敏原是他幼年时的同学，到这时不谈政治，专门谈汪精卫与袁世凯交往的一些旧事，而且说，你的拜把子兄弟袁克定，袁世凯长子，住在颐和园内，现在老病缠身，穷得不堪设想，你何不去探访一下？汪精卫听了这些话，明知是王瞎子在揭自己的疮疤，连面孔都红了起来。日本人又逼他要到满洲国去会见康德皇帝，按溥仪，这是一种更大的侮辱。溥仪本来是汪精卫革命的对象，现在要去向敌人表示友好，这是任何人所不愿意的。但是汪精卫处境如此，也不得不忍辱含羞地去了一次。又有一位朋友说，日本这一场战事，他们国内的钢铁已罗绝巨空，因此要汪精卫供应钢铁若干万吨。汪精卫则说，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钢铁？日本人说，单上海一处，所有电车路轨以及钢窗铁门，只要你下令全部拆下来，数量已很可观。你说过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，这是义不容辞的。汪精卫当即下令要拆路轨、钢窗以及英美人留下来的铜像。不久，上海方面果然接到命令，家家户户都要拆铁窗铁门。我记得南市的电车路轨首先拆除，运到惠山码头，整整堆满了一个码头，连日军的行动出入都受到阻碍。虹口区的钢窗先拆，也搬到惠山码头。日军方面又说，目前船只缺少，拆钢窗的事只能一步一步的来。后来形势日非，运输几乎停顿，所以租界上许多地方的钢窗得以保留。然而这件事已经震动全上海，上海市民无不切齿痛恨。一个南京来的人说，上海毕竟是福地，每户每月还有7度电可用，南京民间每户现用3度电，而且还要分区停电，常常一个区中连街灯都全部熄灭，洋烛早已被抢购一空，好多人家一到晚上只好乖乖的睡觉。本来夜夜笙歌的夫子庙，到了晚上也寂静无声了，所有舞女歌女都已变成暗娼。那时节人人都穷，只有少数新贵才嫖得起。汪精卫参加伪满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。